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4期，时间来到了1988年的12月，又到了年末的商战。各游戏厂商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在年末发售游戏也形成了自己的套路。一些有实力的厂商会憋大招，在这个时间段推出自家精心准备的作品，也有些实力不强的厂商想要趁机赚上一笔。这个月发布的游戏有40多款，我会分成3期来进行介绍。看图猜谜，又翻译为机智问答，由 Rare 开发，任天堂针对欧美市场发布的一款作品，是桌面问答的类型，适合多人聚会时游玩。开始游戏时设置玩家的人数和电脑的人数，总数不超过4个人，再从简单到困难设置难度级别，分别用高跟鞋、号角、甜筒冰淇淋和泰迪熊代表棋子。来到一个棋盘上，4个棋子开始处在4个方位，接着屏幕上出现题目，画面顶部有题目的类型，一支笔会将画面中的点慢慢连起来，逐渐形成一幅图片。右侧的骰子相当于倒计时，从6变到0，在这个时间内进行抢答，抢到的玩家有25秒的时间，在画面的下方拼写出对应的英文单词或者词组。下方的横杠相当于字母数量的提示，如果一个题目倒计时内没有人回答，会更换一个相同类型的题目。答对后，玩家的棋子将按骰子显示的数字在棋盘上走格子，并获得相应的分数。圆盘上有4种颜色的方格，蓝、绿、红、黄，每个颜色都对应一种题目的类型。答对该类型的题目后，获得对应的颜色，收集全部的4个颜色，上升一个级别，到一个新的棋盘继续答题。简单和中等难度模式里有3个级别，困难模式往后有4个级别。最先完成所有级别的玩家获胜。在第3个级别的棋盘上有灰色的方格，来到灰色方格，棋子会绕着棋盘飞行转圈，直到按键后落下。难度模式设置的越高，提示越少。后面的难度模式里，画面上不会显示圆点，底部也没有横线提示字母的数量。这部作品显然是为了欧美玩家圣诞节聚会准备的，玩法还是不错，但对国内的玩家来说，语言成了门槛，得有一定的英语词汇量才能正常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印第安纳琼斯罗宫传奇，根据著名的同名电影改编的一款游戏，电影是夺宝奇兵系列的第2部。基于这部电影的游戏最早是1985年雅达利开发的街机版，红白机的版本在玩法上与街机有些区别，由雅达利下属的天元开发，发行商 Mindscape 是一家荷兰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在次年出版权归还给了雅达利后，天元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自己重新发行了这款游戏，后来就是雅达利和任天堂的官司，这个之前的节目里有聊过。游戏的情节大致沿用了原著电影，场景设定在地下，印第安纳琼斯在关卡里要营救奴隶儿童，这里的一关被称为 Wave 一波，每个关卡都有时间限制。主角标志性的武器是挥舞鞭子，可以作为攻击敌人的方式，在2个平台之间还能使用鞭子来回摆荡移动，当与被困住的儿童接触就能将他们救下来。同时可以收集道具和物品，其中包括几种武器，炸弹、手枪和剑。这些武器通过选择键结合方向键来切换，按下暂停键能查看收集的物品和还需要救出儿童的数量。有些用 X 型木板封住的地方，用剑将它破坏也能得到物品。枪可以远距离攻击，炸弹的主要作用是清除熔岩坑。基本上每个关卡都包含了洞穴和矿井2部分的场景。在矿井里能坐在矿车上移动，有铁轨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有矿车经过，跳上去就能借助矿车。除了救出奴隶儿童，还得找出通往出口的钥匙才能过关。其他的道具还有增加额外生命的帽子和增加时间的道具等等。总共有12个关卡，场景的特点基本都是多层的平台，依靠梯子、传送带和铁轨互相连接，中间还布置了熔岩和一些陷阱。敌人角色有蝙蝠、老鼠、蛇、蜘蛛和大反派的仆人。如果是和普通的敌人接触或者从高处落下，只会眩晕一段时间，但接触熔岩、巨石和尖刺或者某些拿武器的敌人会直接死掉。
在第9关要拿到桑卡拉石，而且从这关开始，后面的难度上升了很多，还有通过收集地图碎片或者在隐藏的位置才能找到第10关的出口。最后一关还原电影的内容，在索桥上击败电影中的大反派。这个 NES 的移植版做的比较粗糙，人物的动作和操作都不够好，特别是跳跃很别扭，各种敌人角色做的也很抽象。虽然平台搭配上梯子、传送带和陷阱，玩起来有点意思，但总体上重复度比较高，局部有些差异和亮点。游戏的难度还不低，个人评价2颗星。送报童原版也是雅达利开发的，是1985年发布的街机版。红白机的移植版最先发布美版，后来还有日版和欧版。玩家扮演一名报童，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递送一份名为《每日太阳报》的虚构报纸。每关开始前会显示街区的房子，哪些是订阅了报纸，哪些没有订阅。进入到关卡内是一个斜向的视角，控制报童骑着自行车从下往上，方向键上和下分别是加速和刹车，方向键左右转向变道。A、B 2个按键都是扔报纸，目标是要将报纸送到有订阅的房子前，只有扔到了门口或者油桶内才算是成功投递，扔到房子的其他地方不算成功，还有可能打破玻璃。在道路上还得避开汽车、各种怪异的行人和障碍物，如果没有躲开，直接损失一条生命。将报纸扔到非订阅者的房屋，如果打破了窗户或者撞击到某些障碍物，会获得额外的奖励积分。报纸的数量有限，画面的左上方显示剩余报纸的数量，捡起地面上成捆的报纸，可以将数量补满。送完报纸后，每个关卡还有一个训练课程，相当于 bonus， 通过扔报纸击中目标和使用坡道跳过各种障碍来获得积分。撞上了障碍，这个阶段就会立即结束。下一关开始前再次显示订阅房屋和非订阅房屋，在上一关没有收到报纸或者房屋被破坏的订阅家庭会取消订阅，如果上一关全部投递成功，则增加一个订阅的房屋。总共有7个关卡，即为1个星期，从周一到周日的7天，要在这周的时间内维持住至少有1个订阅者就能通关。游戏的创意不错，各种怪异的人物作为障碍出现非常搞笑，甚至还会有死神。但雅达利的不少游戏都是有好的创意，但缺少打磨，玩法也相对单调，并且这样的音画水平放在88年底的红白机上也显得比较简陋。个人评价2星半。野战排也有翻译为丛林之狐，根据著名的同名电影改编的游戏。电影是1986年上映的，以越战为题材，拿下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几项大奖。游戏的原版是1987年由 Ocean 开发， Data East 发布在几个电脑端口，后来有了 NES 的移植版，由 Sunsoft 开发和发行，只有一个美版。游戏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参照了电影的故事情节，但不管看没有看过电影，由于缺少提示，进游戏后可能都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总共只有4个关卡，每一关都是一个独特的玩法。第一关是横版的丛林场景， B 键开枪射击， A 键扔手雷，弹药是有限的，方向键上是跳跃，消灭敌人同时要避免踩到地雷或陷阱。主角有5条生命，每条命都能承受4次敌人的攻击，但地雷和陷阱是秒杀的。整个丛林是一个大的迷宫，有很多岔路，有些路走不通，要在这里找到炸药，然后来到一座桥上，安放炸药将桥炸毁，之后来到一个越南的小村庄，在房屋内发现照明的道具，并进入到一个地下的通道，来到第2关。第2关变成了第一人称射击的形式，这里的敌人有拿刀和持枪的2种。根据右侧的地图进行探索，要找到几个照明弹和一个指南针，它们分布在几个堆着木箱的地方，这里还有些弹药补给之类的。拿齐后离开隧道，进入第3关，这是一个在黑夜里固定屏幕的第一人称射击，射击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活动的黑色部分就是敌人的位置。生存下来后进入到第4关，再次来到丛林，变成纵向的关卡，分成多个固定的屏幕，要在4分钟内过关，一边消灭敌人，还要躲避狙击手，用指南针导航，找到最终 BOSS 巴恩斯，用手榴弹将他击败。
这个游戏该如何推进相当的晦涩难懂，而且全部的内容可以用无聊来形容，敌人也极为单一。另外，最近介绍的动作游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差的了，跳起来后不能改变方向，扔一颗手雷像是放慢动作，这个时间足够敌人开上好几枪的，个人评价1星半。狂暴巨兽，这个游戏翻译名比较多，还有疯狂大毁灭、横冲直撞等等，也是一个街机的移植版。街机原版1986年由 Midway 开发和发行，在多个平台都有移植版。NES 的版本由 Data East 开发发行，同样只有美版。游戏的灵感来源于怪物电影，几个人类由于各种与试验相关的事故而变成了巨大的怪物，这几个怪物也就是玩家能控制的角色。街机原版有3个怪物角色，可以最多3人游戏。NES 版最多双人游玩，少了一个狼人的角色，只有大猩猩乔治和大蜥蜴利奇。玩法非常简单，在一个固定的画面场景里，将全部的建筑破坏就能过关。玩家控制的怪物可以用拳头击打或者跳跃，还能沿着大楼爬上去。有源源不断的各种军队敌人来阻止怪兽的破坏，被敌人击中或多或少会损失一些血量，从建筑上摔下来也会损失血量。破坏建筑后会出现各种道具，有的道具很搞笑，这些道具有些能回复血量增加分数，有些属于陷阱道具，拿了反而会扣血。还有些无辜的人类，除了拿道具回血，吃掉人类也能回血。破坏全部的场景进入下一关，总共有128个关卡，在游戏里是128天，在这段时间要在美国的各地大肆破坏，中间还会有奖励关卡，也是破坏大楼，但奖励关里没有敌人。游戏的玩法还是相当解压的，不过128个关卡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每关都大同小异，时间长了很乏味。NES 版的画面也不太流畅，双人游戏时2个人可以互相攻击，能够增添一些游戏的乐趣，个人评价2星半。滑板生死斗，又译为生死滑板，这是一款以极限运动滑板项目为主题的游戏，也是移植作品。原版是1987年 EA 公司发布在 C64 平台上，这也是 EA 自主开发的首款游戏，之前他们只作为发行商。NES 版由科乐美开发，其子公司 Ultra 在北美发布。90年由当时科乐美在欧洲新成立的子公司 Helcom 发布，公司的性质和 Ultra 类似。游戏从滑板商店开始，在这里可以注册名字用于记录分数，最多注册8个。左下方选择去练习或者去比赛，练习模式下不会记录得分。踩着滑板从商店出来后，选择不同的项目，总共有5项，可以单独游玩其中的1项，或者按顺序全部游玩。第一个 U 型管自由技巧，目标要用10次 pass 完成不同的技巧，获得高分。滑行时连按 A 键加速，在不同的速度以及 U 型槽不同的位置，结合方向键做出旋转、摩擦滑行、定格等各种技巧。空中旋转落地的瞬间，角度要正才不会摔倒，定格时间过长也会失去平衡，要完全掌握技巧需要多练习。第二个 U 型管高度赛，这个操作比较简单，反复的使用方向键加速，争取获得更高的高度，有5次 pass 的机会。第3个下坡技巧赛，在街道的场景里自上而下的双人对战，不仅仅比速度，到终点后看综合得分判断胜负。单独按方向键控制转向， A 键结合左右方向键出拳或者脚踢攻击对手， A 键结合上下方向键跳跃或者加速滑行。躲避障碍的同时，沿途尽量多击中瓶子，可以得到额外的分数。最后跳上警车的引擎盖也有加分。第4项下坡速度赛，方向键左右转向，上下加减速度， A 键结合上下方向键跳跃或者下蹲。一开始可以按照旗帜的路线滑行，熟练之后利用管道、楼梯和平台等障碍获得加分，综合时间得分计算总分。最后一项是泳池对战，有3个不同的对手可选，之后在池子里对战，进攻时有5次滑行的机会，用拳击棒将对方击落，打中对方或者超过5次滑行后换成对方攻击。防守时在池子内使用各种技巧动作躲避对手的攻击。作为 NES 上的一部滑板游戏，素质很不错，
对于滑行的模拟和操作的手感把握得很好，几个技巧类的项目动作也很多，但体量的原因，内容还是不够充实。2个下坡项目的赛道完全是单一固定的，耐玩性上差了一些。2年后还发布了续作，个人评价3星半。异形任务也有翻译为外星大作战，同样是一款街机移植的作品，原版由 Midway 开发， NES 的移植版由 Sunsoft 开发发行。本作是横版射击的类型，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背景，就是和外星人作战。一开始可以在3个长相奇怪的角色中进行选择，3个角色的能力没有区别。进入游戏后是一个上下分屏的模式，双人游戏时上屏是 1P， 下屏 2P， 单人游戏时下屏会空出来。玩法就是在分割成多个房间的固定画面内，尽可能多的消灭外星敌人。外星人在房间里都是不停刷新的。操作上 B 键开枪射击， A 键跳跃，方向键下加 A 键下蹲。这个操作也是用来拾取敌人掉落的物品，生命值在画面中间以数字显示，一开始是1000点，但这不是最大值，有几种补血道具能不断的增加生命值。每关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游戏里没有显示，大约是5分钟左右。到了时间，不管消灭多少敌人都会传送离开，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敌人不杀也可以过关。总共8个关卡，全部通过后会重复循环。还有一种情况，拿到一个掉落的圆球后也会过关，自己试玩的时候并没有打出来过，估计是获得的分数积累到一定的值才会出现。除了初始的武器，还有升级3种枪械和手雷。枪械包括了快速激光、闪光和烟雾枪。除了回血和武器，其他的图案都是不同的分数道具，所有的这些都是通过消灭敌人随机掉落的。这部作品的街机原版本身是有些特色的，但 NES 的移植版本没有体现任何原版的特点，是一款纯正的粗制滥造的垃圾游戏，个人评价1星半。异形风暴原版是1987年世嘉发布的一款经典街机作品，是一款俯视角的射击游戏，在多个平台都有移植版。红白机的这个版本由 Sunsoft 发行，只有日版。另外在89年，天元还发布了一个未授权的 NES 版本。宇宙历2089年，人类在外太空创建了殖民地，以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殖民地被外星生物入侵，一些人类被困在宇宙飞船中，成为了俘虏。瑞奇和玛丽决定与外星人战斗，营救被俘虏的同伴。单人游戏时，一开始在2个角色当中选择一个，还可以双人同时游戏。来到关卡内，右上方有一个爆炸的倒计时，要在限制的时间内营救全部的同伴。剩余需要救出的同伴数显示在画面的顶部。主角在俯视角的场景内8项移动和开枪攻击，有几种武器道具能切换不同的武器类型。S 是默认武器， F 是火焰喷射器， FB 是火球枪， L 是激光。另外问号一般是奖励分数，还有一个 W 字母，拿取后会进行传送。场景里的墙壁上经常能看到 Map 的标志，走近它能查看地图，可以观察营救人员的大致位置。当救出所有的同伴后，出口的门会打开，进入门内有一场 BOSS 战，总共有6个关卡加上一场最终的 BOSS 战。每关的场景基本都是在不同的飞船内部， BOSS 都有自己的名字。红白机版的玩法基本沿袭了街机原版，整体素质还是比较扎实的，音乐配合场景营造的异形氛围还不错， BOSS 的设计都很有特点。不过每关杂兵虽然外形不同，但行动的方式差异并不明显，个人评价3颗星。突然君由 Icon 开发的一款横版动作作品，最先推出日版，由东海发行，美版由 Sammy 的北美公司发行。日版名如果直译是突然猛男，美版游戏名是阿玛贡。2个版本的故事背景不一样，日版的故事是科学家杰克逊开发出一种叫做猛男贝利的新药，带着他前往神秘岛屿特罗波岛，飞机被攻击并迫降在海滩上，杰克逊一边收集药物一边和怪物对抗。美版的故事里，主角阿玛贡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飞机被毁后，他要想办法离开岛屿。
横版场景里，主角可以攻击和跳跃，一开始用一把枪作为武器，画面的上方显示剩余的弹药。子弹的攻击威力比较弱，而且射程有限。这时主角是祭死的设定，消灭敌人会掉落不同的分数道具，500到10000分不等，有时也有子弹的补给。如果子弹用光，就会把枪当作棍子使用。取得猛男药物后就可以变身了，在合适的时机按下选择键。变身后根据此时获得的分数，每5000分转化为猛男的1点生命值，最多拥有14点生命，也就是说70000分获得一个充血的猛男。变身后的攻击方式是使用上勾拳，攻击力是发射子弹的8倍，按方向键上加攻击键能发射猛男冲击波，威力翻倍，还有穿透的效果，但需要消耗1点生命值，发射会消耗精力，所以这个设定很合理。过关后，猛男状态下剩余的生命值会退回成分数。有6个大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2个关卡组成，总共12关。关卡末尾都有一场 BOSS 战，有时候 BOSS 战只是一些小怪的组合，最后的大 BOSS 是一个经典的外星人形象的怪物。本作是一款硬核的动作作品，难度还是很高的。变身虽然好用，但消耗很多的分数，如果失误掉到坑里就会很麻烦。普通的形态下想要打赢 BOSS 相当的困难。除了变身设定比较另类，作为横版动作类型本身没有太出彩的内容，关卡设计和操控做得一般，个人评价2星半。半熟英雄，史克威尔发布的一款既是战略类型的作品，后来也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也是早年史克威尔的经典系列之一，总共有4部正统加上一款外传。前任阿尔玛蒙国王达克弗里德利用神秘的弹和骑士的力量统一了大陆，但他却在统一的第2天突然去世。原本受制于阿尔玛蒙的国家立刻叛变，他的继任者年轻的王子，也就是主角，只剩下大本营阿尔玛蒙城堡和几个忠诚的臣民。作为英雄，半熟的王子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神秘的弹，在此时他踏上了征战的旅程。开始游戏后能选择3个剧本，玩法都是一样，地图和敌国的数量有些区别，难度从易到难。进入到游戏的地图后，玩家拥有一座城堡，有自己扮演的英雄和2个将军，目标是占领全部其他的城堡，完成统一。英雄和不同的将军依靠几个属性值的不同区分强弱，包括 HP、战斗力和管理能力。管理能力影响升级城堡的花费。另外，在人物状态栏还会显示他是否拥有弹兽，养活这个人每个月需要的工资和带兵的数量。一个将军最多带4个士兵，给英雄和将军下达指令让他们出征。在大地图上他们会实时移动，敌方人员的命令也会同步执行。人物根据下达命令的方位直线移动，会受到不同地形的影响。我方2人如果在地图上汇合，能交换资源。当敌我2方相遇，或者一方到达对方的城堡时开始战斗。切换到战斗的画面后，双方的部队互相碰撞进行攻击，可以反复的按 A 键消耗耐力量表来提升攻击力。力量相差较大的时候，较弱的一方会被撞到墙上，城堡防御的一方会有防御的加成，可以通过提升城堡的等级来增加防御。游戏里最经典的是英雄或者有弹兽的将军召唤弹兽进行战斗。召唤时还有一段很搞笑的仪式，弹兽出现后会替代将军和士兵战斗，它有自己的 HP 和招式。弹兽的力量会随着战斗的次数逐渐减弱，但可以通过地图上特殊的怪物城堡恢复到强大的状态。在游戏里的时间每过1个月会来到每月命令的环节，这时会发生一些随机的事件，可能会有额外的收获。从3名新的将军当中随机选择1个加入，之后结算收入，扣除将军的工资，剩余的钱能用来补充士兵、购买一次性的武器和升级城堡。这部作品在保留了基本的战略元素的同时，尽量简化玩法，很容易上手并且投入其中。加入各种随机事件和搞笑的表演，让游戏更加的轻松有趣。当年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内容的体量上略显不足，只有3个剧本，而且没有更详细的故事。敌方不同的势力也缺乏个性，没有太大的差异。弹兽的种类虽然很丰富，除非在怪物城堡花上大量的时间，否则正常通关的话，只能看到少量的几种弹兽。不过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一部充满乐趣的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
桃太郎电铁，在日本广受欢迎的桃太郎电铁系列的第一作，桌面棋盘类的游戏，也是哈德森的经典系列之一。2012年，公司被科乐美吸收后，哈德森不少的老 IP 都被搁置一旁，但桃太郎电铁这个 IP 一直有新作推出，到现在仅在主机端就出了20多部作品，多年来经久不衰，足见它的人气之高。红白机上除了本作，92年还出了一部超级桃太郎电铁。游戏里玩家化身为铁路公司的社长，在日本地图的棋盘上乘坐火车买入资产，开始时可以设置规则和一局的年限，有3种获胜的条件，在设定年限内收入最高，或者最先达到设定的收入，亦或者买到了桃太郎乐园。最后这个获胜条件只有在多人游戏而且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进入地图内，4个角色轮流扔骰子前进，每回合为1个季度，经过春夏秋冬4个回合为1年。角色按照扔骰子的点数在铁轨上行进，之后还要扔2个骰子来决定随机的事件。通常来说，夏季的好事比较多，冬季则相反，春季比较平均。玩家都设有不同的目的地，到达目的地能获得一笔收入，收入的金额和距离成正比。当火车到达城市，也就是地图上有名字的大圆点，会显示城市的画面，上方显示一些事件图片，在这里可以购买物业或者铁路。2个类型的差别是铁路不能出售，物业又包括了酒店、商场、几种休闲设施、食品店和农场等等。在年底结算的时候，根据持有的固定资产结算收入。本作里挣钱是通过拥有的资产收税得到的，并没有其他玩家经过时付费的设定。如果手头的钱用完，就不得不变卖这些资产。地图上还有一些类似隐藏城市的地方，有举办音乐会、比赛和节日活动的事件，能赚取额外的收入。相比之前介绍的同类游戏铁道王和阿武的战国风云儿，初代的桃太郎电铁在丰富性上要逊色不少。游戏里的元素比较单一，而且运气的成分占比很大。这个系列很多的元素也是到了后面2部续作才逐渐丰富和完善的。不过游戏呈现的整体风格很对日本玩家的口味，城市里呈现的丰富精美的事件图画也是一大特色。个人评价3颗星。哥斯拉，哥斯拉是东宝从1954年开始推出的怪兽系列电影，游戏由 Compile 开发，东宝发行。电影制作团队的成员也参与了本作的开发，有日、美、欧3个版本。在2XXX年，神秘的 X 行星出现，行星上的外星人试图征服地球，派出武装力量和外星怪兽对地球展开侵略。怪兽之王哥斯拉和守护怪兽摩斯拉要和地球军队联手，击退入侵的势力。玩法上是策略型的框架，结合了横版动作。一开始移动时出现一个大地图，被分成多个6边形的格子，控制哥斯拉和摩斯拉以2个棋子的形式在格子上移动。哥斯拉的移动力是3，摩斯拉的移动力是4。移动到一个地点后，进入该场景，切换成横版动作的形式战斗。哥斯拉的攻击方式 A 键出拳， B 键踢腿，下蹲后按 B 键用尾巴攻击，方向键上是跳跃，按下暂停键使用必杀技辐射热射线，需要消耗画面顶部的力量槽，用完之后力量槽很快的就会自动恢复。有时场景里会出现漂浮的物品，是回血道具。摩斯拉是飞行的状态，方向键控制移动， A、B 键都是发射子弹，必杀技是投掷磷粉。地图上不同的地形对应了不同的动作关卡形式，也有敌方的怪物在地图上移动。当2个怪物接近后会发生战斗，进行怪物对决，消灭足够的敌人可以升级，最大生命值和力量槽上升。清除地图上的怪物之后，走到敌人的主基地就能进入下一张地图，然后重复以上的模式。地图分成了8个阶段，从地球到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最后是 X 行星。在 X 行星前面所有的怪物会再次出现，最终的 BOSS 是基多拉王。本作当中出现的各种怪物都是过去几十年怪物电影中出现过的角色，正因为这一点，游戏在日本还是很受欢迎的。本身的音画水平还不错，但我个人对怪兽作为主角的兴趣比较一般，主要是这类角色的特点是动作比较慢，招式少，通常也缺少变化。游戏评价2星半。
万王之王，阿特拉斯开发、南梦宫发行的一款策略模拟作品。从背景音乐的表现能够听得出来，采用了南梦宫特殊的音源芯片。上一个采用特殊芯片的游戏是9月份发售的《梦冒险》。之前介绍过策略游戏《任天堂战争》和《大战略》，这部《万王之王》从玩法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理解为奇幻版本的大战略。游戏里玩家扮演一个国王，在地图上击败其他的国王，获得胜利。开始界面有单人的战役模式和多人模式，多人模式中有8张可选地图，并标有游玩人数，可以单人和电脑对抗或者多人游戏。多人模式还能结盟。单人的战役模式适合路西法的战斗，按设计好的地图顺序游玩。来到地图内，一开始只有一个国王，国王进入城堡可以花钱雇佣或者交换单位，每个回合都会获得一定的收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你占领的城堡和城镇的数量。只有最基础的战士部队才能占领地点。单位的种类又分成了4大类，有人类、妖精、龙族和怪物。人类里国王是单独的一种，除了前面的战士，还有骑士、僧侣和魔法师。这3种单位都可以进行转职，如骑士可以转成银骑士，再到龙骑士。僧侣和法师是魔法单位，能直接在地图上使用魔法。妖精这个类别包括了哥布林、阴身女妖、精灵、巨人和狮鹫。龙族有蜥蜴人、双足飞龙、巨蛇和龙。最后的怪物类是通过魔法召唤或者电脑使用的单位，像是傀儡、骷髅这些。在战役的模式里，前面的地图可以雇佣的单位类型是受限的，到后面才能使用全部的种类。和其他的战略游戏一样，部队的移动受到地形的影响，同时会有消耗。本作当中是消耗食物，在城镇或者通过僧侣补给食物，与周围8个方格相邻的敌方单位接触，就会触发战斗，切换战斗的画面。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克制关系，地形对战斗也有加成。这几点都和大战略很像，但也有独特的地方。通过击败敌方单位可以提升部队的等级，最高到9级，但升级只增加攻击力，不增加防御力。结合上转职的单位，能大大提升能力，使得游戏在不失平衡的前提下也有策略性。每个回合结束要用菜单选择终了，这个菜单还能查看部队总体的情况等多项统计数据，系统显得相当的完备。这部战略作品素质相当的精良，奇幻的主题配上优质的 BGM， 良好的平衡性和策略性。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移动和战斗的节奏相当好，没有任何的拖沓。即便在电脑执行操作，不断的出新部队的时候，也能保持流畅的速度。这在红白机的战略作品中是相当少见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思考的时间太短，电脑的 AI 显得不太聪明。另外，每张地图都要打很长的时间才能结束。个人评价4颗星。中岛悟 F1 英雄，由人类娱乐开发的一款赛车竞速作品。中岛悟当年是日本的第一位 F1 职业赛车手，虽然赛场上没有取得特别突出的成绩，但在日本也算是知名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F1 赛车游戏，在后来的几年出了不少。红白机上91年有一款续作，在 Game Boy、MD 和超任上也有几部作品。本作发行了日版和美版，日版的发行方是 Warrior， 这个赛车系列就是他们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一个摔跤的系列，美版由 Sammy 的北美公司发布，美版的代言人换成了另一个车手迈克尔·安德雷蒂，游戏名也做了相应的更改。这款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想利用8位机的机能，尽量模拟 F1 比赛中真实的感觉，因此在操作和手感上和之前的赛车游戏有很大的不同。进游戏后3种可选的模式，第一个练习赛，在这里可以任意选择赛道，总共16条赛道，都是根据当时 F1 比赛的真实场景设计。接着有4种可选车辆，车辆的性能略有差别，还有自动挡和手动挡的差异。默认在赛道上跑5圈，确定后中岛悟会出现在游戏里，针对赛道提出相应的建议。如果实际游玩后会发现这些建议都相当的有用。游戏的操作 A 键加速 B 键刹车，手动换挡的话按上下方向键切换，包含空档总共有5个档位。画面的左下方会显示当前的档位，
下面还有一个轮胎磨损的量表。转向的操作很特别，不像其他的赛车游戏要按住方向键，这里轻按一下左或者右，车头就会偏移一定的角度，再按一下转向角度会变大。如果要回正方向盘，得手动按反方向，初上手会很不适应。车速太快时，转向会打滑转圈。单人游戏下，顶部是赛道的地图，下方是比赛画面。第二种对战模式里，可以选择对手，同样也能选择赛道，还能自定义圈数。比赛时上下分屏显示两个选手的画面，不显示地图。第三个模式是大奖赛，从级别1开始比赛，总共有9个级别，难度会越来越高。每关是一个特定的车辆，在这里要先在排位赛中拿下前4名才能进入正赛，否则只能观看。在正赛当中有4辆车一起跑，没有碰撞的设定，根据名次获得积分，每个级别总积分最高才能进入下一级。如果要通关的话，需要10几甚至几十个小时，而且是在游玩熟练的前提下。这款游戏因为想要模拟真实感，上手非常的困难，得花大量的时间练习，一开始基本上全是失误，因此当年游戏在日本发售时大多都是差评。除了掌握操作的技巧，对于赛道的特性和每个弯道也要熟悉，结合练习模式里中岛物的建议，才有可能获得最优解。当年游戏敢于尝试的精神还是不错，不过放在现在，并不值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练习这样一款老游戏。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接着介绍88年12月的作品。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